大家午安，我是陈妍妍，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呢，在最近两岸之间，大家都在讨论这些军事讯息。好，毕竟啦，我们来看看中日最近的互动，蛮频繁的。包括什么？包括呢，我们先前有看到了日本最新反潜机被中国战机逼近。好，这是 P3C 反潜机。他们说7号、8号呢，在太平洋这边执行任务的时候，结果被山东号所属的歼15战机尾随，最近的时候只有45公尺，你就可以知道那个距离真的很近。甚至呢，他们还看到了，好像中方战机有挂载飞弹哦，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当然就会让日方这边更加警戒。其实中日呢一直以来在海空的对峙，最近蛮频繁的，因为包括了辽宁号的航母编队呢，说在钓鱼台的以北这边来进行海空联合演训的时候，日本这里也特别派人过去看一看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当然啦，他的战机一来，派出的是 F-15J 战机，来到这边之后，马上辽宁舰就对他做出了电子战，对他的系统呢，还有他附近的巡逻机、雷达、通讯设备等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干扰。所以呢，用电子战来压制。另一种程度上面告诉你，我不是只有跟你空中直接狗斗的能力，我甚至呢现在是可以透过电子战的方式，让你呢完全看不到、听不到，不太了解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呢都是有人的。无人的是什么？无人机来的时候，日本战机也来了。好，因为对岸呢，他们派出了无侦七，他们呢就讲说，看到一个 F-15J 来进行干扰任务的时候呢，他要去干扰无侦七，可是啊。因为你知道战机一般来说它没有办法高到太高，所以呢，当无侦七直接把飞行高度拔高到2万米高空的时候，日本战机就跟不上了。彼此之间的你来我往，也让大家看到以及理解到的是，目前在太平洋这一边，中日之间战力的消长。好，现在的大陆是什么？是他们的辽宁舰又再一次的突破第2岛链了。所以呢，就有一个讲法叫做共军岛链心病，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呢，如果说现在辽宁舰它最北已经可以来到关岛东北方，那日本最东端的领土这边呢，甚至呢还第一次越过第2岛链的时候，有人就在讲啦，以后会不会就没有岛链这个讲法？甚或呢，它其实美国媒体的讲法是。之后不是过第2岛链而已，是可能就会直接来到夏威夷了。那这个呢，其实都是大家认为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的状况。那这一些对于美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情资，对于台湾来说何尝不是重要的资讯呢？韩国在整个东北亚其实也算是美国的重要盟友。现在呢，派人去美国受训，结果发现这个战斗机 KF-16竟然受损了，甚至呢传出火灾，让飞行员呢必须赶紧跳机逃生。而 F-35被誉为目前美国最强的战机，却被发现问题很多，然后又很贵，所以呢，最新本来要买48架，美国空军呢自己大砍一半，变成了24架，剩下的钱他们要去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但苦的是什么？苦的是外国买家啊，加拿大先前呢已经跟他买了 F-35的战机，现在呢因为成本越来越高，所以呢这个预算呢也一直在往上报，本来190亿元，到目前为止已经变成了277亿，增幅高达46%，将近你必须要再多付一半的钱。这一些呢就让加拿大人看了之后就更不是滋味，特别现在美加关系也不是那么好，转眼看看。先前我们讲了枭龙战机不是在印巴战当中获得很多讨论吗？现在亚塞拜然决定买枭龙，大买40架，买起来我相信这个价钱，你再对比那个 F-35，可能心里面呢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在彼此之间。你会开始有不同的思考了。回过头就想要请教一下顺峰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好，这个呢是中日最近在海空之间常常会有对峙的状况，而且发现了反潜机一来，中国战机马上跟上，一跟80分钟，近45公尺还挂弹。这样子，这我一直在讲，日本人要认清自己在亚洲的地位，是要当亚洲的日本，或者要当
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的日本，这是不一样的。假如是作为亚洲的日本，那中日韩跟整个的东西合起来，那会是全世界在经济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地缘政也好，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个区域，绝对不输于欧盟。但是当你愿意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的时候，那你跟整个亚洲的立场，尤其跟中国的立场将会是对立的。在尤其呢是台湾的问题，那么明显的在告诉日本人一件事：台湾有事没关你日本人的事。现在很明白是这样子。说什么叫岛链？岛链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我美国以我的军事实力画下的3道的红线。事实上，所有的岛链全部都是国际自由航行的地方啊，都是国际海域啊。说岛链，那是我画的，因为这一条红线是我有能力在穿越，你们通通没有本事，是吧？日本有本事也不敢来啊。那现在中国大陆告诉你是很抱歉，我有本事到这里来自由航行。你不讲自由航行吗？那全部是国际海域啊，什么练与不练，是你的实力画出来的红线，别人也用实力把你做一个改变。所以中国大陆的整个的海军的实力，海空军的实力，从过去可能是近海防卫啊，到现在可能已经发展成为沿海威吓，尤其在处理台湾的问题上更是如此。沿海威吓的目的是告诉你说，你不要来了，来了代价是很高，因为我有能力告诉你，你不要来了。那也告诉台湾台独的主张人，告诉他说，你不用等了啊，一个不用来，一个不用等了。那为了展现这个呢，它可以在整个的情况里面，它是实弹，这是整战争状态的演习，它是带着实弹的，它是整个是武装的。而中国的整个的海军舰队的实力，不是在那一艘航空母舰有多大的本事，而是它再来的战斗群呢有多大的能量。所以在这几天大家都知道了，它就是有这一次里面就拥有832颗垂直发射的能力，对地、对空、对海。那这一种能量啊，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不止于此，后面还在生产中，后面还有在准备中。那美国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它有的实力是很强，可是你的补给力是有问题的。那当你补给力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不敢轻易开战，因为你损失的一艘，你的第2艘不知道什么时候补。而中国大陆是有啊，那我家现在正在准备中。同样的道理，2艘航母战斗群，第3艘呢，正在第8次的海试已经成功，可能它正式服役也是在指日可待之间。那现在新的航母也是传闻正在建造中，有时候1艘，有时候2艘。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编排来看，未来很显然会把辽宁跟山东号会真的变成了训练舰。然后呢，这一个呢电子产制才会正成它正常，因为总不能在一个国家的这一个空军的训练里面有2套系统，一套是弹射的，一套是滑跃的，这个是也不合成本。那在这样的情境里，各位可以想象，有一天当他拥有了5艘到6艘全部是弹射的这样子的航母，再加上他今天所用的055、054、053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战斗力量，还有水面下的呢，我们现在都没有谈到水面下的这样所构成的情况，你觉得所谓的岛链这一种用实力建构起来的红线，到底还剩下有多少意义呢？从这样再看呢，第3个就是电子战。中国大陆在这几年的电子战的能量应该是被肯定的。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以这一个印巴战争的角度来看，歼十绝对没有比阵风强，甚至还差了一代。赢在哪里？就赢在信息，赢在人工智能，就赢在从卫星到这一个到雷达到这个人工智能最后的选择，到最后的发射的处理。印度上已经享受过了，印度的航空母舰到了海岸20小时以后又回家了。为什么回家呢？因为遭受到电子战的待遇啊，忽然发现自己也盲了、瞎了。电子战最大的特色，我可以看得到你，你看不到我的时候，那你就完了。这一次的日本也是一样，在电子战的情况下，忽然有几十分钟里面呢是眼瞎了一样。那问题是几十分钟就完全改变战场了。卡尔文森号
当时在南海绕了一大圈，绕到了最后也只好摸着鼻子回到日本的港口了，也是因为中国大陆的电子作战了。那电子作战呢，这一次是用这个歼15啊，事实上更大的应该是歼16的电子作战机的能量呢是够强的，所以当把这一些都排列在一起，当把这些都做一个展示的时候，他很明白的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太平洋的情势已经改变了。所以前几天，最后我要讲，前几天我们不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兵推吗？我说兵推什么呢？这个不用推，这是个常识问题，这不是专利问题。现在我们要的是核推啊，可能不是兵棋推演了，是核棋推演，怎么样子可以让台湾有和平，而不是说我还要兵推，看看会不会赢，不要花时间在这个上面了。其实先前如果你在台湾学国际关系的话，你一定会学岛链，但现在这个岛链好像已经就像刚刚这个盛峰老师所说的不复存在之外，美国媒体现在甚至来讲什么岛链嘞，不久之后中国航母就会来夏威夷了，这是自己战区他们美国的军事媒体讲的，来请教一下吴老师怎么看？其实岛链这种概念，其实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防止共产国际的扩张，然后跟一些盟国或者准盟友建立起来，我们讲1、2、3岛链。那第一岛链我们大家耳熟能详，包括从日本群岛、琉球、台湾、菲律宾到南海，这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大概是从所谓的伊豆群岛，然后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然后帛琉跟关岛，这所谓第二岛链。那第三岛链他们就以夏威夷跟像马绍尔这些是第三岛链，上面都有美国的海军、空军的实力，层层防御。但是因为面对中国的我们讲的权力的崛起跟权力的挑战，海军的增强，所以他们在岛链上的竞争，成为一个我们讲的权力转移典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做实战的一个看点。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只要是美国驻太平洋的司令都会讲2027不管是这个帕帕劳也好，或者是阿奇里诺更早的 Philip Davidson， 大家都讲这个2027是一个关键年。问题是我们通常不做算命了，国际关系如果要做到算命，实在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你永远算不出到底谁有这个战争的意愿跟他的实力同时要具备。那这个岛链这个东西的辩论也不是今天一时二刻就开始的，其实早在比方说我在念硕士的时候，2010年左右我的一些老师就告诉我更早2007我老师就跟我说，有一个叫 David Dunn， 他曾做过小布希的这个助理国防部长。那他当时的论调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觉得为了避免美国陷入与中国未来的战争泥淖，你就从第一岛链退到第二岛链固守就好。他一直在讲，我连他上课都会跟我讲，他说不管是台湾也好，或者台湾跟日本这条链也好，都很容易把美国陷入所谓长久的战争泥淖。所以他在早期甚至他在2000年的时候，他就当过小布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助理国防部长，他就讲美国应该不要固守第一岛链，因为太危险了。但是这种论调就造成了是不是第一个美国弃台论，第二个，那美国如果撤出第一岛链，那对于盟友的所谓的安全承诺，你是不是降低了？如果你对一个盟友的安全承诺降低，那你对其他的人呢？所以这种论述就造成了许多我们讲的这个后遗症会出来。所以为什么后来不管是在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然后到了我们讲了川普第一任跟拜登第二任，他们都会重新再回到第一岛链，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联盟的安全承诺非常的重要。如果你随便说出一个我们要退到第二岛链，那基本上是一个改变了我们讲的一个 status quo， 我们讲的安全这个平衡那这个东西我们就讲说，那美国还是很重视第一岛链的这种看法，在这几年我们也可以看得非常明确，包括川普不但还是授予台湾武器然后在这个日本、韩国之间的一些加强，包括一些防卫固守。但是我还是要讲的是，中国现在有能力过了第一岛链，甚至进入第二岛链，突破第三岛链的时候，在这个他们在所谓岛链的串联跟补给上面，因为我们知道岛链不仅仅是所谓的一个岛链，它也包括战略地位、补给也好。那如果只是说中国能突破第二岛链，到了关岛就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整个这个局势动荡，我觉得言过其实因为不仅仅我讲的不仅仅是你有突破能力，你还必须要有固守，还要有补给这点都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但是未来在这个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这个竞争关系，其实可以展现出美中两强在军事实力上面的一个较量。
好，来请教一下杨老师怎么看？我想啊，如果过去啊，在这个20世纪初期的时候，许多美国人还是把中国定位成为是一个在西太平洋是一个区域的霸权啊，认为它大概实力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局部的优势，但是没办法突破第一岛链，所以呢，美国还是继续把它围堵在这里。那这个是过去的一个概念。那但是中国也学到一样东西，就是我如果只是被你认为是一个 status quo power， 就是我只在维持我这个区域的这个强权的地位的时候，美国人是看不起的啊。然后而且会你看用各种的方式来打压，所以还是提升实力，然后要做让美国感到威胁的事情，所以就跳脱了所谓的第一岛链，要进入到第二岛链。那现在这些演习，我们过去来看，就有点像是你如果今天下围棋的时候，你被人家你先占了一个角落嘛，在角落已经其实蛮安全了，他想把你突破，想把你围死，围了一圈，你就要不让他在在围你的时候做眼，然后你在外面再包围他。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等于是跳出来了。那我觉得这个是美国过去对于中国长期以来你对中国的历史的了解，好像都不是会跨到外面去。中国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你看即使在最强壮，我们不算元朝了其所有的朝代最强壮，它也就是固守在那里，然后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朝贡大概就可以了，它并没有特别的扩张主义。那可是没有扩张主义会被美国认为是非常弱的一个展现，所以它必须在军事上面作为更强势，然后做了强势之后才有讨价还价的筹码。我觉得也才让这个日本或者其他的这个美国的盟友不会轻估就或者说轻忽中国大陆的存在。那我觉得像最近你看它无论是我们讲说中国大陆有需要这么多航母吗？它不是一个区域的霸权吗？你这么多航母，难道就像美国一样要变成全球的吗？我不认为它会变成全球，但是它要在区域里头，我们这个吴教授最熟的，它要有一个特别的优势 preponderance 就是我的优势比你高很多。那我觉得现在这大陆发展大概就是我在区域里头不仅是一个强权，而且我的优势要比你高很多。好，其实呢，我们就必须要来讲到的是现在的美国是什么样的状态。现在美国是这个周末会很精彩的状态，因为到处遍地开花。但你来看到的是呢，这几天大家都看到了，其实不是只有在《纽约时报》哦，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在全美各地有很多地方的地方性报纸也都有收到了这个广告。这个广告呢是一个全版广告，这里面写什么？顶部写 No Kings， 然后写 June 14th。Mobilize 什么意思发动全国性的反川普抗议活动，全美呢现在有1800场的活动，它内文里面都没有讲到川普，直接讲到我们不接受国王，但是呢有了一个 QR code 让你去扫，让你去看看哪里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样的生气？最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川普呢现在在加州这一边所引发的一连串移民等等的争议，那他们就特别提到啦，说他们认为现在的川普政府是怎么样腐败的太超过了，不要王座，不要王冠，也不要国王。其实发起呢做这个登报的是谁？是一个沃尔玛的亿万富翁，他长期在做慈善事业。当然啦，他比较挺民主党，可是这件事情现在确实有很多人正在响应当中。特别的是，这个周末14号，川普的生日刚刚好撞期国旗日，所以呢，在这一天即将他们的陆军要进行大阅兵。好啦，在华府这边大阅兵，川普已经先讲好了我在办正事。如果说你要在我大阅兵的时候来扫兴，来给我闹的话，那我告诉你，你会面临非常强大的武力，也就是已经先呛好了。所以大家就去问白宫那所以当天如果抗议是和平的抗议，那可以吗？听听白宫发言人怎么说。So if there were peaceful protests on Saturday for the military parade, President Trump would allow that? Of course the president supports peaceful protests. What a stupid question.
好，直接告诉你的 stupid question， 也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发言人会直接骂人家的问题，很蠢哎。好啦，因为你就说不能抗议嘛，所以和平抗议可以吗？他告诉你说 stupid question， 当然是可以啊。来，因为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大家看到的是川普呢，他现在做很多事情真的是雷厉风行啦，哎。落成高档店被洗劫，这里面还包含了什么？包含了 Apple 店里面呢 ，iPhone 啊、Apple Watch 啊，通通被扫购一空，然后店面被喷 No Ice， 好，也就是不要有这个移民局啊这些人来抓走这些移民。其实目前的洛杉矶还有部分地区是实施宵禁状态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真的太多事件正在遍地开花发生当中，有23间店被抢，甚至就连记者他在报道的时候，看看 CNN 的画面吧，这个 CNN 记者就讲说他们在现场报道，结果你看也直接呢被冲撞，因为呢他们在现场做扫荡的时候，反正呢就是只要有看到疑似的人，都先抓下来，先扣下来问再说。目前川普呢是大军压境，4800名的美军，这里面包含了4100名的国民警卫队，700名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有人就讲啊，你这个人数是什么？是超过了目前在叙利亚、在伊拉克驻军的人数。那这一切以及这一些所谓的强制执法，这么狠的执法，美国的防长直接讲，这个都是合法合宪的。原因是因为呢，他们是为了要执行公务，避免暴徒袭击。可是这一些的明细到底你得花多少钱？美国防长呢第一时间面对听证会询问的时候不愿意讲，大家就讲说你是不是交了黑账？没有啦，他后来呢有给他的下面的人去讲大概是1.34亿美元。好，就这么几天，包括了他移动这一些部队，包括人吃住，花了1.34亿元。但同一时间 ，Newsom 就直接讲了，不是嘛？你把人叫来，然后呢让大家直接睡在地板上，他就说啦，你这个是不是很不对呢？这个部署是草率，而且是多余的，对部队太不尊重了。其实现在在整个美国境内，当然有一票人对于这个川普的强法对于移民的这个强制的执法非常的不满，但是呢，也有一批人呢，他们想问说，那 Newsom 你在做什么事情呢？德州这边呢，他们先做好了准备了，就讲如果说呢，这个见了遍地开花游行，甚至发展了其他的暴动事件的话，德州的州长呢已经部署了国民兵，要保持和平还有秩序。川普则说了，要向其他民主党执政的州派遣国民警卫队。好，这一些呢 ，Newsom 就直接讲了，不要屈服，这个呢都是川普的阴谋。甚至洛杉矶市长直接讲了，说白宫其实不是只有针对非法移民而已哦，他会让每天努力的洛杉矶人都在制造恐慌以及呢恐惧之中。好像美国在川普的领导之下，没有越来越走在一起，越来越分裂了。就连他自己现在呢，要去看甘乃迪艺术中心的一个表演，很多人听到哈，川普要来，我去演，至少10个演员是看到了川普之后罢演的。你就可以感觉得出来，目前的美国境内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跟状态。好，更别说来盛峰老师这个周末1800场活动是抗议川普的，美国遍地开花。美国分裂了，这个分裂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美国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民主政治的异化已经到了不晓得该怎么改革才可以恢复到正常。其实不只是美国，台湾也是如此。因为这一种整个的民主政治发展到今天的结果，尤其加上了互联网，大家各自活在自己的同温层里，选举已经不是在赢得多数，是赢得我只要比你多1票就可以了的一个情况下，那当然同温层的内部就形成更为重要。像台湾在搞大罢免，但搞大罢免，他就是看准嘛，我只要把我40%给巩固住，有没有？那你们还有两边各自再分一分，那我一定是赢你的嘛。同样的道理，现在在川普来看，这一个移民的问题也是如此。那昨天我公布的那个调查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84%的共和党的人支持这要处理啊。为什么？因为外来的非法移民对我们是有威胁的。支持民主党的有24%也同意啊。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他已经稳居了一半的人支持他这样的做法。那这个的时候，我们看看为什么这个沃尔玛的继承人呢，他会跳出来？是很简单嘛，因为他这一次抓是在哪里抓？他这一次的抓人是在工作场所里面来抓，而沃尔玛这一种全美国这么大的一个超市里面，他要用多少外籍移民呢？否则他怎么付得起啊？不是钱付不得钱，这哪来的这么多的人可以来参与这样子低阶而且辛苦的工作啊？所以你看这一次抓也在哪里抓？就在红镇厂抓嘛，在这一个大卖场抓嘛，是，对吧？那还有在路口抓嘛，是吧？这一种做法就是摆明的，我要演给你看嘛，因为只要我那50的人跟我部科长拍拍手放烟火，我就过关了嘛。所以，但是呢，站在沃尔玛的立场，这样搞下去，那我怎么经营啊？我除非全部改成了机器人来经营。所以，不管他的政治立场，也不管他的生意立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他当然要说 no 嘛。而且因为有一半的人对他也是不以为然，所以美国的分类啊已经明白了。这我还是重复那一句话：民主政治已经异化到看不到任何的改革方案可以改变这样的现象，而且全世界几乎都是如此。就南韩就好了，南韩尹锡悦用的这一个戒严，搞到天怒人怨被弹劾下台，可是票开出来呢，很抱歉的，48，也差不多嘛。所以，假如他那边没分裂的话，有没有？那输赢还真的有得拼呢。就分类嘛，这个社会里面就我不管做错了什么，有一群人永远说我是对嘛。我不管做对了什么，有一群人永远说我是做错嘛。这样的世界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所以整个的看下来，不管什么国民兵啦，不管是周前中央权力的争执啦，不管今天有多大的暴乱啦，就是而且再碰上一个我们越来越看不懂的川普，自己既然不避讳生日那一天来办阅兵，美国本来阅兵就很早办的事情，对不对？那找他的生日来办。I follow you， I follow you， 我只能这样讲。他说不小心撞期啦，但是现在这个美国的状态真的是请教吴老师了。原因是目前当然大家有不同样的讲法，但是呢，居民来讲就是一个恐慌感嘛。我好不容易才逃过一个野火，我现在怎么样又没有办法好好的安居乐业。是哦，这一次川普是调动这个国民兵我们知道国民兵他是很特别的，平常是由州长在管的，但是你知道他们的服役是他是周末去服役，然后大概领200到600块钱。但是只要有一些我们讲国家安全或国际事件的时候，总统可以用特别命令调国民兵。川普这次就签了一个行政命令，他就用这个紧急事件，为什么？因为有暴动抗拒，我就调国民兵。他绕过 Newsom，他甚至警告 Newsom， 你管我就连你都抓。那这一次这个事件让整个 LA 非常的躁动，为什么？其实我们知道。它的起因是在我们讲6月6号那个时候，那个当然你知道 ICE 这一群人，我常看他们这个装扮很特别，他们穿便服，有些人穿很像牛仔，然后他们一定遮面蒙面之后他们就进去开始抓。这一次他们主要是在LA downtown 叫一个叫 Westlake 的 Home Depot 去抓非法移民，因为你知道 LA 那个地方很多的我们讲拉丁裔的。是没有身份的，代表是他们不是美国出生的拉丁裔墨西哥人，他们是移进来的。所以后面他们在 Home Depot 是卖家具的。他们在 Ambience Apparel 是美国快时尚服饰店的仓储去抓那些人嘛。那你抓这些人，他们一定是没有身份的。那你 ICE 去抓了之后，那当然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骚动。特别他们还在一个地方叫美国LA 南边一个派拉蒙郡。坦白讲，那个地方就是我们讲的小墨西哥。它70%是墨西哥裔，我们讲拉丁裔，有身份没身份都有。有身份没身份70%白人跟亚洲人是少数，所以如果有大家去过 LA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讲的小墨西哥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有超过30%的是不是美国出生的移民拉丁裔，所以代表说他们很多是非法移民。你有30%，川普一定朝加州的 LA 的派拉蒙那边开刀，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派拉蒙那边很多人丢石头 ，IC 的车开过去要丢石头嘛，对，那边就是在抗暴。为什么他们要抗暴？
最主要是他们又抓了一个人哈，是服务业雇员国际联盟的主席，叫 David Huerta 啊。David Huerta 这个人哦，就是简单来讲，工会的头子啦 ，LA 工会的头子。他是怎样？他看到他们在抓人，他就要保护他们，所以他就坐在这个 IC 的他们警车要出去的那个车道前面，他阻挡 IC 说你阻挡我，对不对？照抓。好，所以他们讲了，如果你接下来你只要阻挡，甚至你只要朝我们的人吐口水，我都抓。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挑衅哦，也是等于是对这个所谓移民、非移民的一个宣战哈。那 LA 这几天慢慢的回归平静了，因为毕竟他们是朝非法移民的这个作用去做，但是我们知道各地现在有串联，我们不仅 LA， 加州那边开始也在举牌抗议，释放 David Huerta， 释放这个所谓的移民工会的头子，我觉得这事情还有得看，我们再继续观察美国各地，接下来连德州都会串联。那如果是接下来，我们知道之前有个电影叫《美国内战》哦，我觉得演的87分像。大家真的很紧张，听到内战哦，特别是“战”这个字，来请教严老师。我认为今天就是过去美国也不是没有非法移民的问题，从80年代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有但是每一次他们都会试着跨党派合作，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那这个解决方案就是说，当然第一个就是川普讲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把我的边界保护得好，巩固得好就是要这个边界的巡逻工作要确保不让更多的人进来。但是美国确实也缺工嘛，很多的这些工美国人不愿意做，那连合法的移民第二代可能也不愿意所以大部分都并非法。那就有点类似台湾，你就要提出一个美国就过去叫做 guest worker。台湾就移工政策嘛，我们就是聘移工嘛，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移工，对不起，我们的地铁也没有，我们的捷运也没有了做不起来的，所以我们也需要移工。那你就要有一个移工的政策，我觉得川普完全没有提这一点，这是很可惜的。那另外就是说，有一些是他们在美国可能在美国非法进来，但是他的小孩是在美国后来带进来，2、3岁带进来，那没有身份那他们怎么办？那奥巴马就提了一个逐梦计划嘛，说你到了大学毕业以后，看起来像是就是良民我们常常讲要有良民证良民，那我就让你有一条规划成为美国公民的路线图。川普完全没有这些配套就是直接去抓人。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家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在解决问题，你只是喊爽，然后。这个寒爽就跟过去从美国19世纪开始以来，只要碰到主流的这个居民，他们的工作不满意或什么，就是最简单代罪羔羊一定是移民19世纪是谁？是爱尔兰人爱尔兰人因为这个洋山芋的荒嘛，马铃薯荒，然后移民到美国。美国那个时候很多的店铺门口就贴了一个牌子说 No Irish shall apply 就是爱尔兰人不必来申请工作。你看那个时候反爱尔兰人，然后后来19世纪末期华裔排除排华法案，然后再加上对包括对意大利裔的东南欧的这些也不是很友善然后20世纪一路包括对这个拉丁裔都是如此那所以这个是美国长期以来只要有经济不好的时候，你就把它怪罪到移民。最好转移焦点，但是美国人也知道，跨党派知道，像我刚刚提的那个跨党派法案，上一次的是甘乃迪参议员，那个已经是10几年前，跟 McCain 就是选过2008年总统这位共和党的参议员，他们提出来的方案。所以你今天议会要不要有提出一个方案？就现在看起来不是现在川皇万岁，所有东西都由川皇来提出来，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然后所有的责任都归给国会吧。其实呢，现在大家想问的就是，到底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带给您世界最新的一个国际新闻资讯，这是在印度航空这边刚刚传出有一架飞机坠毁了，飞机的机型是波音787，这是第一次波音787型客机呢传出了
是空难意外。那这一起事件发生在印度，印度呢当时这一架飞机是正在起飞当中，要前往伦敦，结果呢就在起飞过程之后，突然之间发生了失事意外，飞机上头244人目前生死未卜。稍后如果有更多的讯息，我们会随时来为您插播。但其实呢，目前对于全球来讲，大家最在意的可能就是有关于贸易关税这件事情。谈好了没有啊？美中双方呢，现在都说谈出了一个框架，各自回去报老板。一报之后呢，川普马上先报捷报，什么意思？我们对大陆课是课55%，大陆对我们是课10%，我们大获全胜。真的是大获全胜吗？这个大陆官媒这边其实呢，都还没有更进一步的讯息出来，但是呢，胡锡进环球时报这个前总编先出来讲了，讲说这个怎么可能啦？他说呢，是川普故意制造美方关税比中方多的假象，原因是因为他把第一任期的那个25%也算进去了，你把20%的芬太尼也算进去了。中方是有反制的，但那个时候是对部分商品来反制10%到15%的关税，这些其实如果你全部算进去，中方根本就不是10%。换句话说，你美方也不是全部都55%嘛，你们不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了。川普的讲法是什么？是不止关税大获全胜，而且中国还愿意给我们稀土了。你看看中国多害怕他们的学生不能来我们这边念书，所以呢，他们愿意提供稀土，那让我呢就点头，愿意让学校这一些高等大学们、学校们、学院们来收中国学生。华尔街日报的讲法是说呢，看起来稀土是谈好了，但是不是无止境的，而是先给他一个6个月的出口限制。如果之后局势有在变的话，随时有可能会改变，所以给美国企业其实也带来一些的不确定性。那目前呢，川普的讲法是这一切我都同意，谈得非常的好，很漂亮 ，beautiful， 只等习近平的同意。那如果他也同意的话，哇，我们是让中国开放市场哦，我们对两国都是一大胜利。但专家 CNN 这边呢有分析，他们的讲法是说呢，看起来是贸易休兵啦，但其实只是回到4月2号当时的状态。更何况目前很多的细节都还不知道，表面的和解，下面可能正暗潮汹涌当中。美国财长呢，在这一次的谈判当中，他其实从头做到尾，但后来他说我要先走，原因是他要去参加一个听证会。星期三在听证会上头就直接的讲了，跟中国达成初步协议是迈向平衡贸易的一步，但是呢，他也要看看中国是不是可靠的贸易伙伴。这里头大家都要强调，我去谈判的时候我很强硬，然后呢，也有趣的这个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讲，你知道吗？我不止强硬，他们还一直求我哦，他们要求我开放晶片，讲了20-30次，说要把最好的晶片给他我当然是直接跟他 say no，no 2个字。好，人民日报呢则是怎么讲？在大陆官方这边并没有太多对于细节的披露，包括李成钢出来也没有讲太多，只讲说对，谈了一个框架，我们各自回去回报。但是人民日报有一个专版头版罕见的刊登任正非的专访。那时间公布呢，当然就是在当时谈判的过程当中。但是呢，有人讲法是因为很少是刊登名气的领导人、创办人嘛，所以呢，就表示是要强化重视名气，还有重视外贸的信心。那到底是不是晶片去换稀土，稀土去换晶片呢？其实如果你真的从技术结构来看，你会知道美国没有稀土好像不行，但任正非这个专访告诉你的是，其实我们没有美国的晶片还行，所以中国是不是真的已经不急了呢？现在很多人都会打个问号了，因为传出华为逆袭加速 EDA 的字眼。目前呢，其实这个 EDA 也就是所谓的晶片设计软体，美国是把它抓住，把它限制住，不让中方使用的。但如果说华为真的逆袭研发出了类似可以用的应用软体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卡脖子又自行把这个管制封印给解除了？现在川普已经放话了，其实谈好了嘛，那你接受不接受？一句话一翻两瞪眼。
所以2个星期之内，他要求是不单方面敲定关税税率，这个暂访关税呢期限呢是到7月初，所以到时呢我就会直接发信告诉你，不管是谁，反正这就是条件，要么接受，要么离开。那对比的是，北京现在要对非洲53个国家实施100%的产品零关税，哎呦，只有我们的史瓦蒂尼被排除在外。回过头请教一下申峰老师，你怎么样来看美中现在呢说达成协议，川普的讲法是大获全胜，美国又赢麻了，赢麻了，手脚都麻掉了，这样子啊。我们接下来看，就是说不要去看那个就是外交的那种很细腻，我们从生活的经验来看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进行谈判的时候，谈到最后会说，好，那我们就要结束，我回去问问老板的意见，表示这个谈判是成功的不成功的。还没结束，你的很简单嘛，就能了我就当场决定了嘛。所以我要回去问问老板的意见，这是我们在谈判里面一种技巧。这不要让他破局了，就先这样留着，我回去问，就这么简单嘛。第二个呢，就是到现在为止，你发现中国大陆一句话不讲，美国一定讲一箩筐，所有人都讲一箩筐。而且我看到川普的这个的讲法，我越看越像什么，你知道吗？越看越像美国出发前自己开的清单。就是越看越像，就是说我把我开的清单，人家有没有答应我不管，我自己是真的很高兴的告诉大家一下了。这看起来是这样。那55跟10，那这是怎么看呢？怎么像民进党今天的言论？这混淆视听，浑水摸鱼。因为一听真的55啊，55比10，哇，那真的赢麻了。你们这中国大陆这一次输个痛苦啊。那可是我们了解一下，两边都对等关税10，这是一样的。那剩下的这个有什么差别呢？第一个，从18年到24年这6、7年当中里面，那个25%啊，这早已经存在。也就是说，在中美贸易的冲突里面，这25%早已经在中国已经习惯的一个部分了。而且这也是恢复到4月2号以前的现况嘛，它没有任何的增加。芬兰尼的20呢，那也是很精彩，它也不是全面性的，这医疗品以外20，可是中国大陆也出手了，也对农产品。对皮卡，对什么，他也做了部分的出手，那这部分老美就不讲了，是吧？所以芬太尼这个也是4月2号以前的情况嘛。换言之，这一个谈判里面就跟在瑞士的谈判一样嘛，就是一切回到解放前嘛，是吧？这一觉醒来回到解放前是一样的嘛。但是呢，他现在就把它加，切拉贝啊，西人瓦人 QQ 做几棍。就这样子，然后就能告诉你，55比10，我赢麻了。我还是服了你，除了服你之外，我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第三个呢，从贝森特的谈话里面，你可以知道一件事，他这一次呢去国会作证，一直被问了，看到那个画面，一直被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关税通过以后是国会的权利耶。你们怎么现在就可以宣布什么呢？不是被逼到最后，那说没有了，我们只是一个框架。所谓的框架说，大家谈判的时候，那一个上限，一个下限，在这一个范围内，那我们继续再来谈。所以我觉得后面要谈的多得很。最重要的是，当中国大陆一句话都不讲的时候，我认为这一场谈判应该失败比成功会来得更多。后续到底是怎么样，还真的是拭目以待。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好，川普说大获全胜，然后呢，包括了贝森特，包括了卢特尼特都讲说，哎呀，你知道中方都求我啊，来听听看吴老师的说法。其实美中关税战，我们可以看出川普的当然他的个性之外，他的谈判交易手法啦，当然如出一辙。我们常讲他不可预测，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可预测，就是他所谓的没有耐心。我们常讲他口交易性格最近在讲这个他口没有耐心。简单讲，说川普总是临阵退缩对，或者我们 chicken out 讲川普这种特色，最主要是他对于谈判有他的自己的特色，是他有他想要的东西。所以他常常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把价码拉高让你去杀你不杀你的事情，对不对？你就自己吞下去。你愿意跟他杀，他总是会有一个底线，这底线是他时间不够，他没有耐心，他失去耐心，他就跟你达成交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次有人说他是让步了，坦白讲，我觉得他有想到他达到他的一些目标之后，他就会完成交易，往下一件事情前进。简单讲，他的 checklist 上就打勾，往下一个去做哈。他不只是谈判，他各种方式的政策都有他的这个概念。从哈佛的这个事件也好，现在反移民的政策也好，在早之前关税也好，他很急，没有耐心要做事情。所以很多观察家在说，其实与其我们在说美中交易谁赢谁输，我们不如说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很久的准备。好，在从第一任期的时候，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其实中国那时候吃了亏，包括从习近平跟川普的个人层次来看，好，他们一开始川普说称兄道弟，海湖庄园走一圈，你是我的兄弟，隔天翻人不认人，这对于习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所以他们在这一次川普 2.0 在关税战上面。大部分人说，中国其实在准备，第一个准备就是要长久的来跟他 negotiate， 然后呢看川普的耐心在哪，并且要达成某些交易。坦白讲，这一次你看他一开始要拉到145%，后面撤到30%，好，然后现在目前达成一个，美国说我有55%，中国说我给他10%，对不对？都是在谈判上，中国有耐心，并且在法令上面他们有出口管制法，在所谓的这个。国内的经济上面，他们要刺激国内内需，并且把所谓的电商尽量往外去拓展之外，他们在区域上也找了许多所谓商业盟友，这点我就不再细讲。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最重要的一个交易还是稀土。稀土在这个方面，其实中国在稀土的存量跟它的所谓的制程占很大的比例，中国占有大概70%的稀土，并且90%的这个所谓加工能力。这一点其实抓紧了美国的辫子，因为我们知道稀土在清洁能源的转型也好，在许多的矿产的，它稀土里面有许多矿产在我们的精密加工上面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美国需要稀土的这个东西，那如果用晶片，因为我们知道在2022年到2023年，美国在晶片上面卡中国脖子很多。包括限制高阶晶片的出口，甚至也限制辉达在所谓的降规晶片的出口，甚至用许多条条框框要卡中国脖子的时候，我觉得用稀土跟晶片作为一个交易，是这一次我觉得蛮大的一个看点。好，我们等等广告回来，请严老师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请严老师帮我们总结。我想这个蛮有意思的。川普说，他说提供向中国提供达成协议的内容，包括中国学生使用我们的大学院和大学啊。我觉得中国学生使用你们的，他是付钱的。第一个啊，第二个，你要是没有中国的学生，你的实验理工科的实验很多做不下去，很麻烦。对，还有。数学大一的数学那个助教都不够了真的是不够，所以我不晓得他在讲什么。那另外我要提一下那个斯瓦蒂尼因为特别我们去看，美国川普才挑了好几个国家，非洲的国家说不准来美国，对不对？结果大陆把所有非洲国家的关税都免，你怎么去跟中国大陆去在非洲竞争斯瓦蒂尼当然因为是我们邦交国，我想他大概也不在乎，因为他现在是就什么3天宠爱在一身嘛，就是我们台湾在非洲只有他一个，所以我们能够给他提供的资源绝对比大陆要分散给他的可能还要就是我们叫做 personal attention 可能更多一些个人的关注，个人的关注会多一些，所以应该是不会有问题。但是大陆这一套，他始终就会动摇斯瓦蒂尼。如果他们今天这个总统国王执政有问题了，下面出来的非国王的领导人一定不会跟我们再维持邦交了我觉得他们有那个压力，就觉得说我们要跟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包括邻近的南非也好，而且美国在这一个方面使力的这个力道跟在中南美洲或太平洋群岛差很多，所以我觉得大陆也是先把整个非洲的关税都免掉，去跟川普才刚宣布一些黑名单的国家做一个强烈的对比，蛮有意思的。